去对方家做客就等于确认关系，这是什么逻辑啊？薛雪还叫上在酒吧赢得的筹码，韩俊让他一会儿去林家当他的男伴。韩俊一听就知道凌晨这个人，那小子年龄比我小，女人缘可不比我少，听说以前还有家族的千金为了他自杀，难道他想追你？薛雪却另有想法，他怎么样都和我没关系，你只要听我的命令行动就是了。随后拿出一张凌晨妹妹林颖的照片，我要你去勾引她。韩俊拿着照片目瞪口呆，大小姐，林颖这货色你去随便找个人上就行了，她哪里配得上让我出手啊？到了林家下车后，薛雪突然转头向着韩俊微笑，吓得韩俊打起冷战，普通的牙哪里有你用的趁手？韩俊表示搞定之后不想有进一步的接触，自己的贞操可是很值钱的。这话说的薛雪都忍不住笑了，真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贞操这种东西。薛雪给凌晨介绍韩俊是他表哥，因为家里不放心他一个人出来。凌晨心想，表哥怕是和冷霜那种想要占薛家便宜的人一样，想要抱紧薛雪的大腿吧。一进去发现所有人都在等着他们，包括凌晨的奶奶。韩俊十分上道，一见到就和凌颖打招呼了，还赞美对方活泼可爱。凌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，凌晨继母突然握住薛雪的手，这还是小陈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呢。随后还给薛雪戴上一枚戒指，这是有多迫不及待啊！女朋友。韩俊爽朗一笑看向薛雪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凌晨顿时尴尬的脸都僵了。薛雪也疑惑道，别说你了，我也还是第一次知道。凌颖也在一旁敲打，这也不能怪哥哥，毕竟一般没确认关系的怎么会随便到对方家里做客呢？我也不是说薛小姐不懂礼数，只是说有些没有家教的姑娘这样不好，就喜欢看你不爽又不敢的样子。听到凌颖的话，薛雪拍了拍韩俊的肩膀，看来凌晨同学的妹妹并不欢迎我，那我们还是离开比较好。凌晨连忙喊住，小雪，小颖不是那个意思，她年纪还小不懂事。此时的凌颖心想，我不过是想要敲打一下，哥哥也是一样的意思嘛。他这样说走就走，一点都没有千金的风范。凌晨想要抓住薛雪的手，但薛雪立马缩开。凌晨同学，我作为薛家的女儿，被说没有家教，就算爷爷知道了也会不开心的。今天不适合拜访，还是算了。凌晨狠狠地瞪着搞砸一切的凌颖，突然一巴掌扇了过去，大声呵斥凌颖越来越没有教养，让他赶紧给薛雪道歉。凌颖用手捂着脸，一脸不悦，薛雪小姐，是我说错话了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薛雪靠近，用手指抬起凌颖的下巴，看凌小姐的表情，似乎并不是真诚道歉的，还是算了吧。凌晨同学，我们周一学校见。刚走出门的时候，凌晨奶奶用拐杖用力拄了下地板。薛小姐，难道连我这老太太的面子都不能给几分吗？薛雪想到，若是传出去，一个不尊老不敬老的名声是跑不掉了，她也不能将事情做绝了。韩俊，我们进去吧，毕竟凌奶奶还一直等着我嘛。薛雪缓缓走向凌晨奶奶时，仿佛听到了从地下室传来的悲惨嚎叫，看到那个卑躬屈膝在凌晨面前委曲求的自己。凌晨奶奶示意薛雪坐在自己身旁，端详着薛雪的一举一动，露出赞赏表情。不愧是薛渠的孙女，又乖巧又可爱，真让人羡慕。听话里的意思像和爷爷是旧时。薛雪顺着问下去，凌家奶奶认识我爷爷，看到你们一家人就反胃。当然。凌晨奶奶拍着薛雪的手，当年我嫁入凌家时，你爷爷已经创出一份家业了，当时你爷爷的名头可是轰动一时呢。这话听起来表面上没什么问题，薛家主要靠的是爷爷那辈开始打拼，而凌家却是大家族传承下来。凌晨奶奶提起这一点，也是在暗中告诉薛雪，我凌家娶你算不得半点高攀，反倒是你嫁入我家占了便宜。原来爷爷这么厉害啊！薛雪的笑容越发温柔，上一世她就是被这种谬论洗脑，所以在凌家人面前伏低作小，最后被踩入尘埃。凌晨奶奶询问薛雪有什么喜欢的菜肴，我家厨师曾在3星级米其林餐厅任职，肯定能让你满意。薛雪微微摇头，都可以的。心想反正只要有这一家子在，显然不会有什么胃口。一旁的韩俊却忽然咳嗽一声，等等，我是不是能提出点我的喜好？你既然来别人家做客，难道不应该识趣一点吗？凌晨心底里早就对这个莫名其妙的男人讨厌至极，这就是不欢迎落。韩俊惋惜道，那我还是离开好了。韩先生，我哥哥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们家没有赶走客人的道理。没想到冲出来的竟然是林颖。此时林颖对薛雪的仇恨已经拉满了，薛雪这个小贱人，霸占了哥哥还不够吗？韩先生这么好的人，只是个更好的女孩。韩俊打从心底里知道，从凌晨因为薛雪给了林颖一巴掌的时候，这个练胸的女孩恐怕已经伤了心，自己只要在旁边递过去几个同情的目光，她立刻就会感受到另一种抚慰。现在留下自己也不稀奇。凌晨的面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往日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妹妹，今天竟然如此反常。从祖上代代相传的赝品，竟让这两兄妹引以为傲。好了，
凌晨奶奶一手拍在桌面上，既然是薛丫头的朋友，我们也应该好好招待。通知厨师开始准备午宴。刚刚韩俊的挑拨，让薛雪不禁心里暗想，干得漂亮。而韩俊也提醒薛雪，用餐时候小心。凌晨通知厨房后，提出带薛雪到四处参观一下。薛雪叹了口气，还是和上一世一样的步骤呢。看来他又要向我展示那批赝品了。沿着楼梯蜿蜒而上，这幅画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代表作。介绍的时候，凌晨面上的微笑充满骄傲，这是对家族的骄傲，想用这些来打动薛雪。韩俊除了取悦女人，欣赏艺术这一项技能，也是被主人训练的炉火纯青，一眼就看出眼前展现的各个时代的艺术精品都是赝品。薛雪用眼神示意韩俊，觉得这些作品怎么样？恕我直言，都是垃圾。林颖在后面看着两人眉来眼去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林颖看着不作声的薛雪，又忘了刚才被打的教训，笑道：外界都说薛家比林家资产庞大不知道多少，应该也有不少这样的艺术品吧。薛雪微笑的回应，不过传言而已，艺术品是有一些，确实不多。心想这林颖好了伤疤忘了疼啊。听到薛雪的答复，林颖立马扬起下巴，傲慢了起来。所以薛家有钱也买不到这艺术底蕴，我们家这些藏品都是从祖上代代相传的，一天之内被打2次，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。薛雪看着墙上挂着的圣母图，圣母的表情如此宽和博爱，如同上一世的她竟然被林家老太和凌晨联手哄骗，用薛家的财产来给林家购买回真迹，那一件件假货又被林家拍卖出去，被说是薛家的陪嫁，将真迹和拍卖得来的钱财收归林家，被发现后却将脏水盆屈辱地扣在薛家头上。薛雪从回忆中抽身，看着他们骄傲的表情，林家确实底蕴雄厚。不过有一点我很好奇，为什么这幅画在爷爷的书房中也见过呢？林颖瞬间炸毛，薛雪你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们林家会挂假画？我看是薛老爷子不会欣赏，买了赝品挂在书房充面子，真是笑死人了。凌晨心中却骤然一惊，把薛雪拦在身后呵斥道：小颖闭嘴。凌晨有些莫名心虚，难道薛雪看出了什么？不会吧，薛家没有收藏艺术品的习惯，又怎么会鉴别真假呢？薛雪的脸顿时沉了下去。无论如何，你也不该这样评价我的爷爷。我想薛家和林家再无来往的必要了。凌晨同学，告辞。韩俊在身后看着薛雪离开，心中倒是有点解脱。这样的脑残根本不用我出手，真是浪费资源。林颖愣在原地，没想到薛雪竟然第2次说走就走，而且这次也是斩钉截铁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他看着凌晨目光阴狠的，将巴掌重重落在他的脸上。这一巴掌比之前更用力，几乎是凌晨下了狠力打的。凌晨咬牙切齿地落下这句话：林颖，我对你非常失望。凌晨在后面一路追着薛雪，雪儿，对不起，你听我解释，都是小颖不懂事，我已经替你教训过她了。凌晨同学，林颖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如果你们不欢迎我就直说。林家简直就是奥斯卡发源地。凌晨奶奶听出了什么端倪，也走出门口。小雪啊，有什么事慢慢说，我会给你做主的，不然我给你爷爷也没办法交代。薛雪面不改色地说，爷爷靠着自己打拼下来的家业，却被凌颖小姐说成暴发户，换了谁也不会好受吧。小雪你放心，我回头一定好好教训凌颖，都怪我们平日太宠她了，才让她这样无法无天。薛雪略显无语，今天这会儿功夫，她被教训了多少次了，还要几次才能学乖呢？算了，你也别再折杀我了，这件事就这样接过吧。心想这老太上一世就是如此，倚老卖老，信手拈来，真是丝毫不顾及颜面。薛丫头，这是怪我。林家老太垂下眼睑，顿时生出无限可怜。因为阿晨父亲去世的早，为了维持这个空壳子，我也只好出此下策，把这些真品都卖出去换了赝品。一想到林家以后就要靠阿晨一个人撑着，我会死不瞑目的呀。奶奶，您别说了。凌晨急忙扶住老太，面上露出坚强的表情。这是我的命，我绝对会让林家东山再起的。韩俊在心中吹了个口哨，林家简直就是奥斯卡发源地，更是勾出寻常女孩心中的母性。薛雪毕竟也是个不涉世事的小丫头，恐怕撑不住吧。可出乎预料的，当她将目光投向薛雪，眼神无波无澜的，仿佛在看一场并不怎么精彩的舞台剧。林老太捂着胸口摇摇欲坠了半天，看着薛雪平静的模样，竟没有一丝感动，顿时生出阵阵愕然。怎么可能？这个女孩怎么会如此铁石心肠？